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每期节目的开头，我都会找一些本期要介绍的游戏当年对应的电视广告作为开场的片段。这种素材看多了之后，也发现了一些规律。大部分的美版游戏广告就那么几个套路，要么是一个小孩坐在电视机前拿着手柄打游戏，要么是用真人打扮成游戏里的角色表演战斗，再或者就是小孩对着电视打游戏的时候，角色变成了真人突然出现了。广告呈现的方式都很直白，而日版的游戏广告也有很多的真人打扮成游戏角色的，但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很多恶搞和搞笑的创意桥段，看着要更加有趣。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年日本和北美厂商对待电子游戏的态度和理念的差异。今天一起来看1990年8月发布的游戏。巴克比尔的射击，这是任天堂针对欧美市场发行的一款光枪射击作品。自从红白机的初期出了几个光枪游戏之后，任天堂已经好几年没有涉及这种类型了。巴克比尔是一位身材矮胖的马戏团大师，很经典的打扮，留着长长的黑色八字胡，身穿传统西装，配上白色的手套和高顶礼帽。封面上的兔女郎是他的助手特里西。内容由4个游乐场嘉年华的迷你游戏组成。气球沙龙，不断的有气球从下方飞起，射击气球获得分数，每个气球有3发子弹的机会，击中一个，画面下方的弹药数量就会恢复。但到了后面难度增加，一次出现2个或者3个气球。经典的光枪游戏打鸭子里的小狗也有登场，理论上还得避免击中小狗，但如果打中它会有搞笑的动画。飞盘射击，巴克比尔和助手特里西把盘子扔向空中，射击命中盘子，同时要避免击中比尔、特里西和鹦鹉。击中盘子后的得分取决于离地面的距离，从100分到500分不等，离地面越近分数越高。疼痛的窗户，各种物体会从布满窗户的屏幕上掉落，有些窗户是关闭的，阻挡玩家的射击，只能透过打开了窗户射击物体。得分也取决于击中物体的位置，从100分到500分不等，越往下一行的窗户分数越高。滑稽闹剧，这是一个综合的项目，先依次完成之前介绍的3个迷你游戏，算是通过前3个关卡。第4关出现新的内容，特里西的射击。特里西在屏幕上走动，偶尔抛出一些金币，射击这些金币，同时避免击中他和鹦鹉。根据射击的速度，得分也是从100到500分不等。完成后如果得到钻石，就有玩老虎机的机会，中奖的话获得奖命。收集更多的钻石可以增加中奖线，以此来增加中奖的概率，但不能增加老虎机的次数。第5到8关再次轮流游玩前面的4个迷你游戏。第9关又出现新的内容，比尔的刺激。比尔把鸡蛋、西红柿之类的东西抛向空中，在他们打中特里西的脑袋之前击中物体，同时也要小心鹦鹉。这个游戏的难度较高，得分从800到1500分不等，取决于抛掷物品的大小。如果失误，特里西被砸中，也有搞笑的动画。虽然只是一款光枪游戏，玩法上比较局限，但趣味性很强，还有不少幽默搞笑的内容。迷你游戏的难度比较合适，图形水准也不错，不过兔女郎的身材应该再做得好一点。个人评价3颗星。至尊神探，根据英文原名直接翻译，也叫迪克崔西。原始作品是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连载的美国长篇漫画，描述了虚构人物迪克崔西，一个智勇双全、枪法奇快而且神准的警探，与形形色色的歹徒斗智斗勇的故事。1990年改编并上映了同名电影，后来相关的电子游戏也出了很多的版本。除了登录到各大电脑平台，家用机上有 NES 版，还有 MS、MD 版，也有掌机版。这些版本的开发发行方和游戏内容不太一样。NES 的这款游戏大致上是基于漫画，和电影的关系不大，由 Realtime 开发，万代发行。游戏主体的内容还是属于动作类型，有几个需要侦破的案件，每个待侦破的案件相当于一个关卡，其中的人物大多是来自原著的经典角色。每个关卡开始时有一些线索，坐在办公室里的神探可以在画面的下方选项里查看嫌疑人和他们最后出现的地点，在笔记本上查看线索，之后开警车出发。此时变成一个俯视角的开放场景，
要驾驶警车前往线索的所在地。这个场景里，驾车得强制沿着车道行驶，感觉比较奇怪。驾车途中可以开枪射击，中途可能会遇到一些狙击手和其他的车辆，按选择键让迪克·崔西下车，这时控制角色也能开枪。到达目标场景后，切换成横版的视角，这时主角可以跳跃、下蹲。默认的攻击方式是出拳，按选择键能切换武器。开始也有手枪，弹药数量有限，但面对没有武器的敌人时，如果用手枪击中对方，自己也会扣血，所以必须要讲武德。在横版的场景里，有时能拿到加强拳头，使用的次数有限，出拳能将敌人打飞，也有可能获得托米冲锋枪和催泪瓦斯这样更强力的武器。回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场景里得到的急救包，另一种是前往警察局恢复半格生命值。横版场景里的目的是要找到线索，有时是标有英文单词 clue 的线索，有时要找到嫌疑人对话得到线索，按这种模式推进过关。这款游戏的难度很大，俯视角开车的场景操作有些别扭，但还勉强可以接受。横版场景里的人物控制动作比较僵硬，楼梯的设计就是多个平台的堆叠，移动起来很考验耐性。会开枪的敌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整体来看，虽然玩法比较丰富，但各个部分做的都不扎实。美式漫画的风格和 BGM 算是有些特色，个人评价2星半。缉毒特警，这是一款从街机移植过来的作品，原版1988年由威廉姆斯电子开发发行。这个街机版是最早的暴力电子游戏之一，内容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血腥场面。移植到 NES 主机时，严格的审查虽然删除和规避了不少内容，但仍然能从一些场景里展现这类的画面。NES 版由 Rare 开发 ，Acclaim 发行，可以双人游戏。两个主角的名字是 Max Force 和 Hitman， 他们接到禁毒组织的委托，被派往执行缉毒任务，目标是要抓捕地下毒贩和恐怖组织的头目 Mr. Big。 游戏属于横版动作的类型，但在场景里也可以小范围的上下移动。街机原版有4个按键， NES 却只有2个按键，因此操作上略显复杂。 A 键是攻击，有2种武器，按住 A 键开枪射击，轻按 A 键发射火箭弹。如果用火箭弹命中敌人，能让有些类型的敌人4分5裂。不同类型的敌人命中后也有不一样的击杀效果。射击的2种武器都有弹药数量的限制，显示在画面的左上方，可以通过敌人掉落的弹药进行补给。快速的按 B 键是跳跃，按住 B 键能让角色蹲下，下蹲状态可以移动。有的敌人靠近他后会举手投降，短暂的保持投降状态就能将他们逮捕。逮捕的人数记录在左上方的面板里。另外，消灭敌人还可以缴获毒品和现金，得到后也有计数。这3项在关卡末尾结尾时能获得额外的分数。基本上关卡的流程都是从左到右，画面顶部的进度条从起点的 S 到终点的 F， 进到门里过关。敌人的形象都比较有特点，有瘾君子、毒贩和黑帮头头等等，后面还会出现变态小丑这样的角色。有的关卡可以短暂的驾驶一辆保时捷911，开车时需要躲避陷阱和障碍，也可以用车直接撞击碾压敌人。最后一关直接面对大 boss Mr. Big， 他的造型很魔幻，表现出一种嗑多了药之后的状态。这部作品只看基础素质的话并不高，玩法单一，画面也比较糙， A、B 2个按键都是一键多用，判定有些不明确。但游戏是有特点的，这个禁毒的题材当年在北美上市很应景，游戏画面有些猎奇的色彩，实际上手后能保持一段时间的新鲜感。个人评价2星半。宝剑与毒蛇，由 Interplay 开发 ，Acclaim 发行了一款3D 地牢 RPG 作品。先发行了美版，91年又发布了一个欧版。游戏是标准的西方奇幻题材，框架比较简单，重心放在了玩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剧情。主线是4名冒险者组成队伍，探索地下城的冒险之旅，目标是要消灭一条巨蛇。作为一款 RPG 游戏，但可以最多4人同时游玩，这一点相当的少见。进入游戏后，先选择玩家的人数，1人、2人或者4人。多人游戏时，角色的控制权平均分配给所有的玩家，但必须指定1名玩家担任队长，
负责控制游戏的进程。可以自己创建队伍，或者使用预设好的默认队伍。创建队伍的话，扔骰子，随机属性点数，有力量、智力和敏捷3项，随机的数值波动很大，多试几次能得到不错的结果。之后是选择职业，只有战士、盗贼和法师3种。和很多这类游戏一样，战士是高力量高防御，盗贼是高敏捷和高暴击，法师的魔法能力除了攻击还有回复以及强化地牢探索等能力。创建好4个角色后，直接从地牢开始。屏幕的构成有些特点，左边显示游戏的画面，右边是一个局部的地图，实时显示玩家所在的位置。画面的底部是队伍的状态，地牢内随机遇敌，回合制的战斗。屏幕里敌人的图形相当的大，还有不同的图片组成了简单动画效果。右边从地图变成显示敌方的生命值，操作就是控制角色攻击、释放魔法或者逃跑这些。但比较特殊的是，按下 A 键发动普通的物理攻击，当 A 键结合不同的方向键时，可以攻击敌人身体的特定部位，使用得当能造成更高的伤害。战斗获胜后得到经验值和金钱，当经验值足够，队伍成员是作为一个整体升级的，而不是分别升级。怪物有时会掉落武器和盔甲，这些物品也可以从位于地下城内的补给点购买。游戏整个的地牢有16层，在地牢的尽头就能找到最终的 BOSS 巨蛇。作为一款90年的地牢 RPG 游戏，内容和玩法都相当的基础，职业少，缺乏剧情，特点也屈指可数。局部地图结合实时位置的显示，算是一个不错的设计，但并没有多大的实用性，能显示的范围很有限。想要搞清楚地牢的整体情况，还是得依靠手绘草稿，用于保存的密码系统也过于复杂。个人评价2星半。全面回忆游戏改编自1990年施瓦辛格主演的著名的同名电影，英文原名 Total Recall， 直接翻译就叫全面回忆，当年也有翻译成宇宙威龙或者魔鬼总动员。小时候租录像带看过这部电影，具体的故事情节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3个奶子估计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震撼的画面可让单纯的我吓得不轻，当年如果看过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做这个游戏介绍的时候，我顺便在网上找了下电影的资源，不出意料的，经典的名场面被处理过了。电影讲述了一个科幻的故事，在未来2048年，火星已经成为人类的殖民地，处在维洛斯·科海根的独裁统治之下，他控制着星球的矿藏开采。施瓦辛格扮演的建筑工道格拉斯·奎德反复梦见火星的经历和神秘的女子，逐渐揭开自己被植入了虚假的记忆，并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来到火星之后，主角帮助叛军对抗科海根，最终摧毁矿场，启动了50万年前外星人所建立的反应堆，融化火星的冰芯，喷发的气体大量释放，并形成大气层，让火星成为了第2个地球。啰嗦了半天，说回到游戏，除了 NES 版，在多个电脑平台也都有发布游戏，但 NES 版是不同的内容，开发发行方也不一样，由 Interplay 开发 Acclaim 发行。本作是标准的横版动作类型，关卡前后穿插一些故事剧情，游戏里也是按照电影原著的内容来展开。每个关卡的目标通常是要到达出口，但也有其他的目标，比如收集物品或者击败 BOSS。 主角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健硕挺拔的身材，跑动时还能看见抖动的胸肌。操作上就是普通的跳跃和攻击，也可以下蹲。前面大部分的情况下使用拳头击打敌人，到了后面可以使用枪支和激光武器。游戏暂停时，主角奎德可以在状态栏的右侧切换他的物品，画面的左上方显示生命量表。整个的流程并不长，而且中间还有很多的时间是剧情演出。从一开始和自己虚假的妻子战斗，来到地铁站和工厂，然后前往火星，完成在火星的关卡后，有一段驾驶车辆的战斗。俯视角的场景里控制绿色的汽车，车辆也可以发射子弹，再经过火星上的矿场的几个区域，最后面对大 boss 科海根。游戏里能算得上亮点的是大量依附原著的剧情，还有就是不同关卡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但整体的素质并不高，甚至属于比较差的水准，战斗难度较大，而且缺乏游戏性。个人评价2颗星。兔八哥生日快乐！
兔八哥作为主角的红白机游戏，之前介绍过一款兔八哥的疯狂城堡，两款游戏都是 Capcom 发布的。作为华纳兄弟旗下著名的动画角色，兔八哥在北美有着极高的人气。这款游戏是为了角色诞生50周年而制作的，发布了日美欧3个版本，内容都相差不大。有一个小的故事设定，在兔八哥50岁生日的当天，他被邀请参加派对，但他的一些朋友们因为没有被邀请而心生嫉妒，决定阻止兔八哥参加生日派对。等到兔八哥回到家时，才发现原来是朋友们在捉弄他，想拖延时间，好让派对准备就绪。游戏是横版动作的类型，兔八哥用他标志性的撅屁股的姿势走路，他的武器是一把大锤子，锤子的作用除了攻击敌人，还可以反弹投射物，或者打碎场景里的石块，又或者像是敲打跷跷板这类的方式来进行解谜。角色可以跳跃，踩在敌人的头顶不受伤害，能够捡到的道具有回复血量的爱心，还有增加跳跃高度的道具。获得高跳道具后，背景音乐会随着改变，还有一个快速木锤的道具。胡萝卜是最主要的收集品，场景里有大量的胡萝卜，捡起胡萝卜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方块，美版里显示成华纳兄弟的标志 WB， 日版里显示成数字50。这个方块可以作为跳跃的平台来使用，总共有6个大的关卡，对应不同的主题场景，每个关卡又分成了4个小关，小关的末尾有 BOSS， 这些 BOSS 都是华纳兄弟动画里的各种经典角色。有2种情况，大部分的 BOSS 角色都用木锤干掉，然后得到一个大的胡萝卜，但如果是碰到了达菲鸭，要躲开它，然后获得大萝卜。完成一个小关之后，有一个类似 bingo 的奖励阶段，消耗获得的胡萝卜抽奖，随机抽5个数字，如果数字在棋盘内形成了特定的连接，能得到奖励。完成每个关卡的第4小关后，消耗20个胡萝卜进入打地鼠的小游戏，不断的命中得到分数，刷新目标分数获得奖励。完成最后一关没有小游戏，会看到兔八哥参加生日派对的结局。这款游戏的关卡设计还行，各种类型的平台组合，移动的、消失的和塌陷的，还有些细节的设计，像是跷跷板，躲在大的草丛后面不受伤害，还有类似马里奥的管道。不过到了后面感觉有些重复了，操作的手感也还过得去，画面不太连贯，帧数比较低。我自己试玩和找了几个素材都是一样的画面效果， BGM 还不错，个人评价2星半。游戏大会由椰子娱乐发行的一款游戏，椰子娱乐就是博清夫君系列的发行商，所以这款游戏里能看到博清夫君客串。本作是一个派对游戏的合集，包含了5个小游戏。小游戏开始前，大部分都有一些设置的选项，像是单人或者多人模式，选择男孩还是女孩，设定难度级别，还有一局游戏时长以及选择背景音乐。第一个空气曲棍球，很常见的一种小游戏，用方向键移动拍子，将球打向对方的球门得分，双方进行攻防对抗，拍子的位置不能超过我方的半场。每隔一段时间，场地的中央会出现一颗药丸，不同颜色的药丸对应不同的特殊效果，蓝色药丸加快移动的速度，绿色药丸扩大对方的球门，棕褐色的有减速效果，粉色的让自己的拍子变小，红色药丸可以将球吸附在拍子上。这个游戏即便是1级电脑，我也觉得很难对付。冰球这一项迷你游戏里又包含了2个选项，除了冰球还有一个足球，但玩法是一模一样的。目标是将球打进对方的球门，控制我方的队员可以在固定的轨道上来回移动，按 A 键和 B 键让球员旋转，2个按键旋转方向不同，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冰球模式里，球员的图形是伸出球杆，而足球模式里变成了球员的一条腿，看起来怪怪的。这种旋转击球的玩法上手有难度，我一开始总是把球往自己的球门里踢。弹珠台，这个弹珠台的游戏是一个恐龙的主题，分成上下2个屏幕，上面的屏幕有2对小的挡板，下面的屏幕有1对相对大的挡板，也只能说是相对大。除了控制挡板击球，按 A 键还能摇晃弹珠台。这个弹球的面板设计的不太好，球的轨迹模拟也比较差。篮球，场地上有很多的洞，每个洞都有一个数字的编号，篮球落到洞里，在画面的上方用方向键选择对应的编号，然后将球弹出去，目标是投篮得分。
2个玩家有各自不同的编号，而且有的洞只能其中一个玩家控制。最后是一个猜谜游戏，画面下方有7种不同的水果，要猜中画面顶部4个问号对应的图形，通过不断尝试组合和逻辑推导完成谜题。自己选择的组合和谜底来对比，当有一个图形正确但位置不正确的时候，显示一个红点；有一个图形和位置都正确，显示一个白点；没有符合的则不显示。虽然说是5个迷你游戏，但玩法都还不错。除了弹珠台做的比较差，其他的几个玩起来都比较有趣。整体来说难度都有一些挑战性，个人评价3颗星。忍者男孩由 ASCII 开发和发行，一款相当冷门的 RPG 作品。游戏的制作人由曾经负责过《桃太郎传说》的佐久间晃担任，主要团队成员也参与过哈德森的《桃太郎传说》的制作。之前在介绍《桃太郎传说》时有讲到，佐久间晃和枯井雄二是大学好友，他也是在枯井的建议下加入游戏行业，所以游戏的设计也明目张胆地抄袭《勇者斗恶龙》。主人公风丸是一名来自风之一族的年轻忍者。风之一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秉持正义的忍者团体，但忍者村被骷髅一族的首领骷髅将军占领。主角为了击败骷髅一族，踏上了旅程。想要达成目标，必须要解开5个隐秘卷轴的秘密，并找到神秘的拉霍伊卷轴，掌握最强大的忍术。世界观的构建和故事框架都是标准的日式 RPG 的套路。邪恶来临，收集关键品，拯救世界。系统框架除了模仿勇者斗恶龙，还借鉴了最终幻想2的一些元素。刚开始只有主角风丸一个人，到后面叫做鹰丸的狗和妹妹小茜加入队伍。风丸攻击力高但速度慢，鹰丸物理攻击强但不能使用忍术，妹妹属于辅助型的角色。既然是忍者作为主题，游戏着力打造一套忍者系统。忍术有2个类型，一种是天狗传授的，另一种是在忍者村，类似于城镇和村庄，在这里击败间隙忍者习得忍术。忍术的数量有20多种，涵盖了攻击、辅助、回复、传送等各个方面。使用忍术是类似于最终幻想2的熟练度设计，使用的越多越强大，分为5个强度等级：普通、超强、超级、究极，最后到奇迹。除了这套系统，另外的特点是游戏使用了大量的双关语和戏仿的元素，有很多的冷笑话。整体的风格轻松幽默，角色主打一个可爱。在这个时期，这样的 RPG 游戏只要能保证正常严谨的开发，使用已经成熟且经过市场检验的系统玩法，基础素质不会太差。不过这种忍者主题加上语言的风格局限性比较大，很多笑点和戏仿的内容外国人应该理解不了，平衡性也算不上太好。游戏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点赞、评论、订阅和关注。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